培培将丹丹丹哄睡后，发现单双双正在门口等他。培培想知道丹双双一定不简单，一定有很多事情隐瞒着他，于是想要叫单双双将事情说清楚。没想到单双双一脚就将培培踹倒，这叫培培十分震惊。没想到单双双身手那样了得，单双双也不再隐瞒，直接告诉培培他的生父就是江洋大盗单敬天。单双双将当年的事情全盘讲述给了培培，一直在寻找究竟是谁将凤冠偷走。现在有了裴楚风的证书，证据确凿，所以杀害单敬天的一定是裴家家主。说完，单双双就取出宝剑要杀掉培培。就在这时，丹丹丹挡在了单双双面前，保护培培，希望姐姐能够放过培培，就算是单敬天还活着，也不希望姐姐杀人。单双双却叫丹丹丹听清楚，单敬天是他爹，不是丹丹丹的爹。于是将当年收留丹丹丹的事情也告诉了他。培培这才知道，原来丹丹丹是赵护卫的女儿。单双双想要替父亲报仇，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朝着培培刺去，但是丹丹丹却直接用身体挡住宝剑。丹丹丹的手被丹双双刺伤，但还是不忍心多年来的感情，转身离开了裴家。丹丹丹虽然受了点伤，但是心里还是想起姐姐对她的照顾。那么多年来，单双双一直都是亲姐姐一样的照顾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人。丹丹丹不由得更加难过。培培劝解丹丹丹以后会更好的相处，但是丹丹丹却觉得现在最亲爱的姐姐已经不要她了。培培虽然一样痛恨过父亲，但是却觉得裴楚风心高气傲，不像是盗宝之人。郝掌柜将所有伙计都解散了，店铺也都被查封了，而郝掌柜也拿出来所有积蓄维持他们生活现状。阿六一样将多年来存下来的钱给培培他们使用。培培丹丹丹现在身无分文，还不如他们的下人，这叫丹丹丹觉得要想办法赚钱维持生计。本来丹丹丹想要找单双双帮忙，但是走到姐姐房门外却没有进去，毕竟她们不是亲姐妹。丹丹丹去找曾经一些关系户寻求帮忙，但是很多都知道他们裴家家道中贫，不愿意伸出援手。培培想要找当初欠他们账的秦老板要定金，没想到翠柳却出去了。现在翠柳是秦老板的二夫人，所以见到培培落魄便要落井下石，只要培培能够将剩下的货款补齐就发货，否则定金作废。不过翠柳叫培培下跪求情，也可以放过他们一马。丹丹丹十分生气，直接怼了回去。翠柳是他们家的下人，现在嫁给了一个糟老头，气得翠柳没有得逞，还被骂得狗血淋头。丹双双离开裴家，被苏觉听到了，于是差遣下人赶紧去寻找，不管单双双去了哪里，都要找到人。现在培培只能依靠郝掌柜和阿六的钱维持生活，培培觉得很愧疚。没想到阿六为了赚钱要去给别人打杂。阿六发现了丹双双的下落，于是循着线索前往。没想到苏觉的一群人正在鬼鬼祟祟的在单双双门口徘徊。阿六知道对丹双双不利，便上前要将他们赶走，但是阿六的功夫不行，被那群人直接砸晕了过去。这时单双双也听到了动静，出去帮忙，没几下就将那群人全部干掉。阿六将为单双双做的粽子交给了他之后，便晕厥了过去。单双双十分心痛，趁着阿六晕厥，将他送回了裴家，便离开了。培培发现晕死的阿六，赶紧将他搀扶了回去。单双双知道那群人一定是苏觉叫人干的，于是蒙面直接找他们算账去了。而培培也给阿六请了大夫看病，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，到那时一双腿却残废了。培培想要找出凶手，不过都要等阿六醒过来。单双双直接去了苏家找苏觉算账，但是家里店铺都没人，于是单双双去了密室，结果在那里看到了另外一个机关。单双双进去之后，发现了已经疯癫的裴楚风，桌子上还有曾经书信揭发裴楚风的草稿。苏觉回家后得知有人正在找他，下人告知还将一个疯子带走了，这叫汪掌柜和苏觉十分害怕，赶紧交代下人不得宣扬出去。单双双直接将裴楚风送去了裴家，交给了丹丹丹。就在这时，培培也赶了回去，没想到以为死了的裴楚风竟然还活着，只是现在已经疯癫。单双双告诉培培，他父亲一直被囚禁的苏家地牢，这叫培培更加气愤，想要找苏觉算账，但是被丹丹丹拦住了，一切都要从长计议。单双双将在苏家地牢找到了认罪书，交给了培培，所以才明白之前城主府的认罪书也是苏家人逼迫裴楚风写的。
这些足以证明一切都是苏家人设计陷害所为。丹丹丹觉得现在另一半凤冠应该就在苏家，到那时他们却守着凤冠研究不出来技法，实在愚蠢。裴佩之所以会凤冠上面的技法，也是裴楚风调教所得。现在苏家应该不会对裴楚风造成伤害，毕竟没人知道裴楚风还活着，只有他们裴家和苏家知道。要是被报官，苏家便不打自招。汪掌柜见裴楚风被救走，十分着急，想要报官，却被苏爵拦住了，那样便是不打自招。就在这时，下人回去了，寻找单双双的人都被杀害在巷子里，这叫苏爵更加担心单双双的安危。郝掌柜将当年丢失凤冠的事情讲给单双双听。当年他们裴家将凤冠送去城主府的路上遭人劫持，城主因此遭受牵连，而云翠城也岌岌可危。关键时刻，苏家拿出了替代品凤冠，才化险为夷。之后，苏玉轩名声大噪，步步高升。但是郝掌柜却清楚，苏家不是提前设计好计谋，不可能几天就做出凤冠。希望他能够想明白，凤冠丢失就是苏家人所为。裴佩觉得现在苏家不敢报官，到那时却不会放过裴楚风，所以想要寻找更安全的地方。单双双将他们家的老房子借给裴楚风，由郝掌柜亲自前往照顾。阿六保住了性命，单双双前往照顾，这叫阿六十分高兴。裴佩将屈郎中请去家中给予治疗，到那时因为腿骨已经粉碎，要内服外用治疗，于是屈郎中给阿六用药后，便要手动接骨，因为那种手法十分疼痛，常人难以忍受。裴佩不想见到阿六那样遭罪，便走出房间等待。没想到无意中在丹丹丹的吊坠上面发现了关于凤冠的线索。原来一直寻找的水胆琥珀就藏在丹丹丹的吊坠里，因为水胆琥珀极其珍贵，长时间暴露在外面会石化被包裹，而裴佩想要在丹丹丹的吊坠雕刻，发现了里面就是琥珀，这叫单双双姐俩十分高兴。屈郎中终于给阿六治疗结束，丹丹丹见屈郎中手艺精湛，便想要叫他给裴楚风治疗疯病。经过屈郎中诊脉，便要用药治加针灸治疗。虽然有希望治好，但是失败病情会更加严重。不过裴佩认为父亲一身傲骨，要是他自己选择也会接受治疗，所以选择积极治疗方案。经过屈郎中一番诊治后却没有效果，屈郎中要求要增加外在刺激，于是单双双将当年的半个凤冠拿了出去。裴楚风看到后十分激动，一口就将体内污物吐了出去，裴楚风因此晕倒了过去。裴佩没有放弃，一直陪在父亲身边。没想到奇迹出现了，裴楚风竟然一直在叫裴佩的名字，这叫一家人都十分高兴，父子俩相拥而泣。单双双一直照顾阿六，这叫阿六十分高兴，本来想要表示一下爱意，但是被单双双给岔开了话题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蒙面人被单双双发现了，几招就将其打倒。本来想要知道他们的幕后之人是谁，结果杀手咬舌自尽，也不交代。单双双担心丹丹丹他们也遭遇杀手，赶紧回去查看，正好见到了清醒后的裴楚风。经过裴佩介绍才知道，丹双双竟然就是单敬天的独女。于是裴楚风将当年的所以遭遇讲述给大家听。就在这时，另一波杀手也赶到了，要将裴楚风除掉灭口。单双双几招就将几个人干掉。单双双知道一定是苏家人所为，所以还要回去裴府确保他们安全。苏爵得知杀手再次失败，十分生气，正在责骂下人的时候，城主派人过去要苏玉轩前往城主府议事。没想到现在皇后病危，想在临死之前能够戴上真正的凤冠。汪掌柜十分为难，当年进贡给皇后的凤冠虽然粗糙，但也是他们的最大能力所为，现在要几日之内交出精美的凤冠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城主没有给苏爵他们商量的余地，要是云翠城拿不出凤冠，都要完蛋。于是将手中的凤冠图纸给苏爵回去研究。苏爵回家后一直研究图纸，但是手下的工匠却没有那种手艺，这叫苏爵十分生气，将工匠们狠狠的责骂一番。不过城主府的监工却更加着急，要是他们苏玉轩拿不出凤冠，整个云翠城都要受到牵连。苏爵正在气头上，将监工也骂了一顿，吓得汪掌柜赶紧赔不是，担心得罪城主。城主派去监管苏玉轩的人对苏爵的手艺十分不满，不但苏爵的技法很一般，就连焊接也无法过关，担心皇后对他们云翠城责罚，所以推荐启培阁也制作凤冠，到时候谁家的更精美，便先给皇后。
虽然城主觉得现在的启培阁是戴罪之身，不过也别无选择，于是安排人叫启培阁戴罪立功，制作凤冠。很快，培培就收到了城主的密令，制作凤冠。虽然培培觉得城主为人有些不地道，但也是他们重振启培阁的机会，所以没有犹豫，直接接了下来。不过却叫城主要派遣人手保护他们启培阁所有人的安全。培培对凤冠的技艺都很自信，不过现在孙武的孙氏焊接和程夫人的采金刀却是难题。裴楚风想要叫培培亲自去找人家求教，他们看在裴楚风的面子，应该会帮忙。培培心里更加担心的是，凤冠制作所需的材料都十分昂贵，现在裴家的资金根本就拿不到那些珍品。没想到丹丹丹将当初裴秦氏留给他的嫁妆拿了出去，有了那些首饰换钱制作凤冠不再是问题。苏决也在紧锣密鼓的制造凤冠，得知城主将启培阁层层保护起来，十分生气，心里清楚一定是城主指派了培培制作凤冠，所以想要赢了培培要出阴招才行，毕竟技艺上面不是培培的对手。汪掌柜也想起了孙武的焊接和程夫人的采金刀，于是叫苏决抢先在培培之前找到两个人。裴楚风将孙武和程夫人的地址交给了培培，单双双提议要分头行动，于是选择了去程夫人家求教，而培培和丹丹丹便去了孙武家。就在培培他们刚出发的时候，人家苏决已经找到了程夫人，但是程夫人得知苏决是苏家人，便委婉的拒绝了他，这叫苏决十分生气。不过程夫人却将当初苏决父亲做过的坏事统统讲了出来，所以不会与那些干坏事的人合作。苏决没有手软，直接将程夫人二老杀掉，抢走了采金刀和颜料。等单双双赶到后，已经是两具尸体。培培带着丹丹丹走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孙武的住址。不过两个人没有放弃，依然在密林深处继续寻找，结果不小心掉进了野猪坑。两个人见四处无人，距离洞口很高，根本就无法脱身。丹丹丹担心会死在那里。到那时，培培觉得只要和丹丹丹在一起，不管生死都幸福，这叫丹丹丹觉得十分开心。就在这时，坑洞上面传来了声音，而那个人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孙武。得知培培是裴楚风的儿子，孙武十分高兴，没想到竟然会见到裴楚风的后人，于是直接将他们救了上去。孙武和裴楚风交情很深，得知请他出山去帮忙，十分高兴，很痛快的答应了他们。苏决得到程夫人的采金刀秘方和工具，十分高兴，不过却没有知道孙武的下落。到那时，苏决也没有担心，因为他们苏家都找不到的人，裴家的财力和人脉就更加找不到了。很快，丹丹丹就带着孙武回去了裴家，这叫裴楚风十分激动，没想到竟然能见到多年的好兄弟。不过孙武见到裴楚风却十分震惊，以为见到了鬼。经过讲述裴楚风的经历，才知道裴楚风还活着，两个人激动万分，抱头痛哭。现在有了孙武的焊接技术，再加上他们裴家的手艺，想要复原凤冠已经不是难事，但是有个难题，就是精细工具，而整个云翠城的制作工具也就只有苏玉轩有了。单双双觉得只有他出面才能将苏玉轩的工具带回去，于是不顾所有人劝解，要回到苏玉轩。单双双叫丹丹丹半夜在苏玉轩后门等待，到时候将工具交给丹丹丹带回。单双双假装受伤跑到苏家门口，苏决得知单双双回去了，十分激动，赶紧将单双双抱回了房间休息。单双双编造了一段谎话，但是却承认了她就是单敬天的女儿，之所以去苏玉轩，就是为了查清楚单敬天之死，这叫苏决十分震惊。不过听说单双双已经将裴家定位了仇家，才放下心来。苏珊本来想要杀掉培培报仇，但却不是培培的对手，所以才逃回了苏玉轩。丹丹丹和阿六十分担心单双双的安危，不过培培觉得单双双武功高强，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培培已经将凤冠的大部分工序完成，就等单双双的工具了。单双双休息一段时间后，便去了苏玉轩店铺要帮忙，这叫苏决十分高兴。不过单双双却知道苏决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，所以叫他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。苏决对单双双的关心十分感动。等苏决离开之后，单双双便开始了工作。不过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将一些工具和材料都藏了起来。很快，单双双去了后门，将工具和采金颜料交给了丹丹丹，没想到竟然被苏决看到了。单双双将采金刀和颜料交给丹丹丹，
就在这时，苏决过去了，想要看看是否有人在门外，这叫单双双十分担心，想要撒谎却被苏决更加怀疑。就在苏决要打开后门的时候，阿玉赶到了，直接拉住了苏决，并且大声呵斥，这叫苏决十分震惊。没想到一直像是个哈巴狗一样的阿玉，竟然敢那样对他。叫苏决更加意外的是，阿玉要请辞，气得苏决直接应允，便转身回去了。丹丹丹将采金刀带回去后，大家十分高兴。很快，孙武和裴楚风的工序就完成了，只剩下培培最拿手的技艺了，所以培培还要加班加点的完成凤冠制作，这叫丹丹丹很担心培培的身体。单双双知道阿玉是故意去帮他，于是，在阿玉离开苏家的路上等待，想要知道阿玉的真实想法。阿玉也是习武之人，在单双双回去苏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端倪，心里清楚单双双是自己打伤的自己，但是觉得苏家人太坏了，总要有人整治一下苏家人，所以没有揭穿单双双。汪掌柜得知孙武竟然在启培阁，于是赶紧回去找苏决商量对策，十分担心他们会输给培培，但是苏决却早就知道了，所以心里也提前有了准备，他们一定要赢了启培阁。回去房间后，苏决找到了单双双，想要叫单双双提前做好准备，只要他赢了，便要迎娶单双双。虽然单双双知道苏家就是仇人，不过为了演戏也没有拒绝，答应了苏决两个人相拥在一起。丹丹丹为了给培培增加营养，一个人去街上购买乳鸽，没想到被苏决派人将其迷晕掳走了。很快，苏决就派人给培培带去了书信，叫培培带着凤冠前往破庙营救丹丹丹。丹丹丹醒过来，发现竟然被苏决绑架了，十分生气。就在这时，培培带着凤冠赶到了，这叫丹丹丹很担心，叫培培将凤冠带回去，但是培培却为了丹丹丹毫不在乎凤冠的价值。培培将凤冠交给苏决，便要带着丹丹丹离开，没想到苏决竟然食言，叫人将他们俩围住，要求他们两个人只能活一个，叫他们互相选择谁去死。丹丹丹十分相信培培重情义，所以不会选择丹丹丹去死。没想到培培竟然告诉单丹丹他还没活够，这叫丹丹丹十分伤心，将培培骂了一顿后，直接找苏决要求死。苏决正要对丹丹丹动手的时候，单双双干到了，拦住了苏决的匕首。原来培培收到苏决书信后，就将消息传给了单双双。不过现在单双双在培培面前还是仇人的关系，所以将培培狠狠的骂了一顿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凤冠，不想节外生枝，便叫苏决放过培培，带着丹丹丹离开。培培带着丹丹丹赶紧离开了破庙，不过他们没有互相指责，原来培培早就预料到苏决会食言，所以在见到丹丹丹后，便悄悄的透露了心里的计划，目的就是拖延时间，等单双双前往营救他们。丹丹丹虽然安全回去了，但是第二天就要给城主复命，交上凤冠。现在凤冠已经被苏决抢走了，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复命。不过培培却胸有成竹，叫丹丹丹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这叫丹丹丹很感动。第二天，培培辞别了丹丹丹去城主府复命，而苏决同样告别了单双双，叫他等待好消息。苏决提前一步到达城主府，将凤冠呈上。城主见到苏决递交的凤冠，十分满意，品行更加好于当年苏之言制作的凤冠。很快，培培也赶到了，不过苏决却觉得培培无法交代，没想到培培拿出去的凤冠竟然更加精美，这叫城主赞赏有加。于是想要知道培培没有使用采金刀，竟然能够做出那样精美的凤冠。原来培培在复制当年凤冠的时候，收到了裴楚风的启迪，现在要复制凤冠难以服众，所以要他们后辈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做出更好的作品。城主叫人赶紧将凤冠转交给朝廷，只要皇后满意，对于之前启培阁所有罪过都一笔勾销。苏决输给了培培，十分默默的回到了家中，没想到单双双竟然穿好了婚服等他回家，但是他们的约定是赢了才能成婚，所以没有隐瞒输了的事实。不过苏决却觉得能够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单双双为他穿婚服，死了也值得。苏决心里清楚，单双双早就知道了仇人就是他们苏家，只是心里爱着单双双没有揭穿。苏决将多年来苏家做的坏事一一讲述给单双双，也承认了当年苏家害死单敬天。苏决没有想要逃离，因为一直以来都在拼命的与裴家争斗，现在输的彻底也累了，想要好好的彻底休息休息，
苏决一边讲述身上的故事，一边将手中的毒酒一饮而尽。苏决带着单双双坐在门口，等待裴佩他们的到来，想要好好的向裴家道歉。只是苏决知道他已经不行了，希望单双双帮忙转达歉意。苏决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，吐出一口鲜血。单双双见到此情景，十分伤心，眼前的爱人也是仇人。苏决想要听到单双双是否爱过他，但是单双双却无法回答，抱着苏决眼泪直流。苏决在单双双怀里静静的离去，但是也感受到了单双双的伤心。苏决眼角流出了满意的一滴眼泪。城主也知道了苏家多年来迫害裴家的事情，于是叫人彻底调查了案件，终于弄清楚当年凤冠丢失一案的详细脉络。城主将罪魁祸首汪掌柜赐死于云翠城，还将裴家的名誉恢复如初。皇上因为对裴家的凤冠十分满意，特意恩赐了一块金匾。云翠城自此再无苏玉轩，只有启裴阁声誉在外。